我希望我真的能给他幸福，一直对他好，但是他就觉得我对他好是理所应当的。我知道我的脾气不好，老是对他发脾气，可作为一个女孩子，这样也很正常呀。一有什么事情，心情不好呀，天气不好呀，他就跟我提分手。这次他是第12次跟我提出说分手，跟他在一起我真的太累了。不管这次怎么求我，我是坚决不会同意跟他在一起。我希望他能跟我复合，像以前一样，好好的对我。提了12次分手，我算了一下，大概每个月他们都在提分手。后来编导跟我说不是，提的密度有多少？我们把他们请上来问问他们。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陈，22岁，来自山西，是一名学生；女主人公小飞，22岁，来自湖南，也是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你们俩哈！从大学2年级开始就开始谈恋爱了，是吧？我们从大学1年级的第一个暑假之前开始谈恋爱的啊。那时候我真的是用尽了一切办法去追她。有一次她说她肚子痛，然后我上了课我就偷偷的跑出去，然后给她买药。当时她就特别感动。怎么这就要哭啊？你这个？我不想跟他分开。你们俩是谈了2年恋爱，分手12次是吧？对。每次分手都是他跟我提出来的，他心情好了就跟我在一起，心情不好了就跟我分手。啥意思？什么叫心情好了就？就像第一次我们分手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放假的第一个暑假，我不是湖南的嘛，放假要回家，当时我们都挺舍不得的。回到家以后，我就给他打电话、发短信，一直联系他。我给他打电话那天就怎么也不接，怎么也打不通，怎么也不接。和朋友在一起逛街呀，你接二连三的不停的打。肯定烦人呀！我担心你啊，我怕你出什么事儿啊！你担心我有用吗？难道我担心你有错吗？你那么大老远的担心我有什么用？难道我还等你过来吗？我等你过来花太多娘了。是。然后我就一直打电话，打到晚上的时候他才接起来。还没等我说话的时候，他就把我骂了一顿。他说：好不容易跟朋友玩一次，天天一直给我打电话，就看到你的电话在闪，烦死了。然后他就说：我们分手吧。他就跟我分手了。后来怎么又好了呢？然后回到学校以后，然后我就到宿舍楼底下等他，然后站了一下午，我等他，他都不出来见我。过了2天，他主动给我打电话，他跟我说要我跟他去吃饭，我就跟他复合了。啊，其实我是挺在乎他的，也挺爱他的。啊，那你这次为什么跟他又分手啊？分手了多久啊？最长的差不多有半年吧。啊，那半年是因为什么分，又为什么合呢？那半年就是因为他说他要考研。然后他说他奶奶哭着给他打电话，说他一定要考上啊，别为我们家丢脸呀，一定要争光。他说跟我在一起会耽误他的学习，耽误他复习，耽误他考试。然后他就跟我分手了。分手了以后，我也挺关注他的，然后我就经常在他的微博啊、微信啊、朋友圈里面就评论，看一些他发的状态。然后我就发现不对劲儿，就有一个人比我评论的还早，比我的速度还快，然后就一直跟他评论。我就往前翻，我就发现我们俩在谈恋爱的时候，那个男的就一直跟他有暧昧关系。我当时我就特别火，然后我就不是，那个时候确实是因为考研的事情才跟你分开。你是把考研当成理由，然后跟我分开，跟我在一起。把考研当成理由。你以为我是什么呀？你想跟我在一起就跟我在一起，不想跟我在一起就把我踢开。那是跟他之后的事情。我当时我特别火，我想打电话骂他。但是我确实我很喜欢他，我确实放不下他。我觉得没有他，我的生活都会变得黑暗。然后我就答应跟他复合了。啊，这次为什么分手啊？这次就是因为我们湖南嘛，前半个月经常天气不好，然后他说天气不好，我们分手吧。我现在他跟我说分手，我已经麻木了，我觉得真的假的？我就跟他在一起没什么必要。天气我就是心情不好嘛。不是心情不好，为什么要分手呢？我就是想看他到底在不在乎我。我跟他在一起特别累，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有受过这种罪啊！现在看到他，我觉得我很烦，我看到他我都不想看他一眼。可我以前每次跟你分手之后向你复合，之后我对你撒撒娇说好话，那是以前我顺着你，我包容你，但是现在不会了。为什么不会啊？是你变了。我变了吗？我是变了，是因为你一直跟我分手，不管有什么事你就跟我分手，我变了，我变得麻木了。你跟我分手好呀，分吧。现在别来求我，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。姑娘错了吗？觉得？我向他说道歉了，但他就是不肯原谅我。他每次都说我保证以后不跟你说分手了，但是他还是说，现在依然继续。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没什么必要，
这样恶性循环，我觉得我生活也特别累。但是我这是真的向你保证，绝不会再像以前一样。我怎么敢相信你呢？你可以用时间来证明啊！不需要时间来证明。我当时我可以原谅你，但是你一直说，不停的说，但是一个人的你觉得我不会烦吗？坏习惯，他总要有时间来慢慢改变吧？你不能说改就改的呀。哎，你们这也其实也不叫分手，就是说着玩闹。你们他每次都跟我分手，你们最短这个分手大概多久能复合呀？就1个月，挺伤人的是吧？对，就像有一次，他跟他朋友出去玩，去 KTV 唱歌，他就要我自己支配时间，我就跟我们宿舍的同学去网吧玩去了。我手机没发现就没电了，然后我回去充电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给我发来一大堆短信，说要跟我分手。我当时我就懵了，我说为什么呀？然后我就打电话问他朋友，他朋友说他们没订到包厢，然后就给我打电话要我去接他，然后他就跟我分手了。那也是因为我打他电话他不接，但是他以前不是这样，你当然会生气啊，所以我才跟你分手的呀。哎，你今天是来求他跟你好的是吧？那你说话温柔点行吗？他每次都这样，哪样？说话那么任性。可你知道我是这样啊，跟你相处那么长时间了呀。所以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，我麻木了，我累了。你知道我是这样的性格任性，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计较啊？哎，你不想跟他在一起，你为什么还来呀？其实我心里面还是放不下他。就说你们这些男孩，你看，哎，能改吗？能。你还记得你们为什么分手吗？是的。他刚才给我讲了几件，你给我讲一件吧。你认为现在回头一看，说挺荒唐，错了的分手。像去年的我生日，我在宿舍，我跟我们宿舍的同学说，我说到了12点准是我男朋友第一个给我发信息啊，谁知道我等到早上还没见他的消息。之后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不知道，他讲。哦，因为我当时刚跟他在一起，他第一次过生日，我确实不知道他生日，就因为这点小事他就跟我分手了。其实我每次跟他说分手，并不是我有意的，我也只是想看看他到底有多在乎我，多爱我。因为以前跟他分手之后和好了，他总会加倍的对我好。哦，就是只要分一次手，他再对你就更好了，是吧？你把这个作为修理他的一种方式，是这意思吗？不是这意思。对，没那么用心险恶。所以一次次他就肆意妄为，他就觉得我会对他好。你也够行的了，3次嘛就得了，12次你还都认了，你还说什么呀？不想跟他在一起，我真的觉得很累。因为我向你保证了呀，我不会再像以前一样。我不需要你的保证。有老师在啊，看老师怎么帮你们吧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刚才听到一个细节，我想追问一下，在你考研期间，就是你们分手最长的一段时间，他说有个男生一直在之前和之后的忙活的追你，你和那个男孩交往？交往了，那是之后的事情。是在你们分手期间，你和那个男生也进行了男女朋友的交往，是吗？对，他骗了我。就是很普通朋友的关系。普通朋友叫交往？就是玩的特别好。没有，他们俩确实交往了，他骗了我。到底有没有交往？考研的时候确实是因为考研的事情，跟那个男的在一起是之后的事情。他是交往了，他是当时觉得那个男的没有我对他好，他又反过来来到我身边，所以我就不接受了。是啊，我就发现他没你对我好啊，所以我现在不。姑娘，我为什么要问这个？这个特别关键。如果就是说你们俩在2年期间分分合合，中间没第3个人的话，那就是小情侣之间的小玩闹。但如果你在这个期间跟他分手期间，你跟别的男生也试着交往，后来觉得不合适再回来，这就不是说分分合合闹着玩这么简单了。可一个女孩子对自己男朋友撒娇也是正当的呀。这不是撒娇，你在挑挑拣拣。姑娘，我觉得在你这个年龄没有长性，只有短情，挺正常的。但是如此之短情，如此没有长性，还挺少见的。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，太把自己的青春和美貌作为资本了，太把这种资本用来玩弄自己的爱人。在这个年龄不懂爱情很正常，但如此玩弄爱情挺少见。真的，你的男朋友说难听的话，我当着他面说，他就是邻居家的狗。你喜欢了，你牵出来遛一遛，自己多有爱心啊！你烦了，你就把他送回去，
反正也不用喂食，也不管拉撒，嫌它臭的时候就不理，不就是这样吗？你还指望这个狗，邻居家的狗一直跟你屁股后面，成你一辈子的奴仆？你做梦呢！可我之后答应他了呀。你答应谁信呢？我都不信，别说他了。12次，兄弟，说你2句啊，你挺能忍的。男人也就在这个年龄段能够忍，因为对爱情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，对一个女生充满了各种好奇和神秘感。赵川老说我年轻时候受过伤害，所以有一些悲观。我老说，你自己老在节目里是我确实受过伤害啊。我觉得每一个男人都是这样，在你的成熟的路上，你的爱情拼图里面，除了花前月下、甜蜜心动、缠绵悱恻、海誓山盟之外，还有别的，撕心裂肺、肝肠寸断、借酒浇愁，肯定是有的。你得谢谢对面这个女孩，帮你把这个拼图拼得基本完整。你体验了爱情，你也体验到了爱情的残酷。我个人观点悲观一点，我觉得你们俩就算这次再复合，还是长不了。对，我建议这个男孩跟这个女孩鞠个躬，然后说谢谢你，再见。非常同意马丁老师的一句话，他们太小还不懂得爱情，两个人都不懂。懂爱的人在牵手的时候，他在甜蜜中会带着一些忐忑不安，因为他很担心牵住的手会被放开。而不懂爱的人，牵手是一种情绪，高兴了就抓着，抓腻了就松开，无需理由。女孩，你就属于后者。而你们俩当中的爱情呢，是不对等的。你任意的撒娇放肆无理取闹，你把他折磨得心力交瘁，而觉得理所应当。作为他因为爱你，所以开始容忍，但是一而再再而三，他就会很累，他就会离开，因为对于他来说，生活还很长，机会还很多，为什么非在你这儿被你拖死呢？所以你要审视自己的爱情，要遵守恋爱的规则。偶尔的放肆，那是撒娇，可以多加一点韵味，甚至于可以让你们的爱更加牢固。但是形成常态来说，一定得触礁。老说分手，狼来了，故事结局你也知道，你们的爱情就没了。男生，任何一个被惯坏的孩子背后都有一对溺爱的父母。同样，在不对等的恋爱当中，也有一方很卑微的求爱的，那就是你。没有那12次的纵容，能有今天的现在吗？做男人就要挺胸抬头，知道哪些事儿可为，哪些事儿是不允许。其实在人的一生中啊，最难以启齿的有2件事，一件是借钱，一件是分手。借钱是羞辱自己，分手是伤害别人。张口闭口借钱的人没有自尊心，动不动就说分手的人是没有真爱。其实有的时候分手真是一把刀，你说一次就等于割别人一次，跟临时处死没有什么区别。愚蠢的女人才经常说分手。我有一个朋友，老婆经常跟他闹离婚，每次闹离婚他就跑到这个街边上街心公园看别人下棋。有一次他老婆又跟他闹分手，闹得周邻四舍都知道，甚至闹到单位的工会去了。他又急匆匆地跑去看别人下棋，结果在路上被别人撞，粉碎性骨折，人是没死，腿瘸了。现在他们俩是不吵了，但这条腿就是他轻易说分手的见证。你要别人在乎你，你首先得在乎别人。你要在别人爱你的时候任性的撒野，固执的沉醉，你就要承受现在别人要跟你分手时候的卑微的哀求，悔恨的受罪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谁让你轻易说分手？我跟男生说一点，经常说要辞职的人根本不想辞职，不过是想要待遇更高一点。但是对付经常想要辞职的人，就是把他打入冷宫，直接冷他2-3个月，他倒反而会回来求你。你没有做到这样的狠心，就不可能做到他对你的无意。其他的我没什么好说的，我只还想再重复一句，不要轻易说分手，否则你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挽回。对也好，错也好，都是爱情的经历。
我倒是希望通过你们俩参加今天这个节目，重新认识爱情，重新认识对方，重新认识自己，认认真真的爱下去。祝福你们。那我想问这个女孩子，就是你在你的父母面前，你是一个什么状态？他们也很宠我，只要是我想要的，我父母都会帮我办到。你想要什么，他都会给你什么，所以造就你的这种对男朋友的这种要求。我刚刚记得你这句话说，我跟他提出分手，要看他爱不爱我。其实你很在乎他，所以你才会想试探试探他。我不这么认为，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在乎我。其实他是在乎你的。他每次跟我说分手，我怎么求他，他都不答应。可我之后跟你说了，就因为他使性子使得太多了，因为从小父母对他的很娇惯，还是没长大，被父母宠坏了。男孩子，我劝你，如果你觉得还爱他，你也能够容忍他，我建议你们还继续交往。那是因为那是爱情。真是那句话，年轻时候我们不懂爱情，现在回过头去说，再来一定不是那样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先想想看，今天有他的这一种蛮横无理，除了他家庭的原因，他个性的原因，有没有你自己的原因？为什么每一次分手都没有谈好？我真的觉得到现在为止，你们俩都没有谈过，就是没有很清晰的去问，包括说为什么一个电话，那你可以不同意分手啊。很奇怪啊！我每次不，你别，你现在有点像个小怨妇，兄弟，没必要。其实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我是觉得就分吧，都打成这样了，你不分干嘛？但是张老师有一句话挺打动我，他说了，还不如就此机会重新了解一下彼此。为什么不能够把它作为重新了解彼此的一个开始呢？那是互相认识。你现在用3个词评价一下：任性、蛮横，还有一个就是虚伪，好吗？任性、蛮横、虚伪。来，你评价一下对面这男孩。他人挺好，而且也会关心人、照顾人，他也能包容我之前不好的坏习惯。这就是你们给2年当中彼此的印象，他给你的都是好的，而你给他的就那3个分。来吧，剩下时间给你们。女生啊，想想他刚才那3个词是这么形容你的。还是那句话，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想在一起就好好珍惜，不想在一起就痛痛快快的说再见，但是别去伤害彼此。来，让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其实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很好，就是我的脾气让你受了很多委屈，我以后绝不会像以前一样动不动就分手，希望你能相信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好好的在一起，好吗？你知道我跟你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吗？我每次跟你在一起，我就觉得我的生活特别的累。我每天虽然表面上很开心，但是我跟你在一起，我真的很累。我不知道我每天我躺在床上，我想的是什么。我想了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我应该让你过得很开心。我只想这些，但是我没有考虑到我自己。我确实我很累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。可我答应你了呀。我会改呀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啊？你以前都能给我机会的呢。我对你的好就到此为止吧，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，我们分开吧。回去吧，姑娘，回去吧，小伙子。来，请关门。各位，请拿起你们手里的表别器。当爱真的来的时候，你的另一半犯了一些错误，你能原谅他吗？或者叫再给他一次机会吗？再给一次机会，选择赞成；不给，选择反对。来，各位，请选择。
现场80%的观众说我们给，理论上没问题，放在现实里是不是这样还真不清楚。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逃不掉的爱情的痕迹，越来越远的距离，只怪我真的错了，让爱失去了意义，多么想要再次拥抱。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改。好像失去了爱的权利。行了，姑娘，生活就是这样吧，错了也回不了头了，长大吧啊！编导把那块牌子拿给我，这是编导给我打的一块牌，示意给我看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姑娘走到这儿来，面对镜头说再见，哪那么多任性，过来。我就让他回来。你这个样子就不该回来。对，你要这样怎么行？来，你站在这儿来，你跟他说了再见，我就把他变回来，快，快点啊！我们家闺女要这样，扒了她的皮。来说再见，别那么没出息。人一生会犯很多错误，犯了错要改，但是别人能不能原谅你是别人的权利。来说再见。我知道他是爱我的。那你说你跟他交往哪儿错了呀？你看，你跟我们撒娇没用，你跟他撒娇也没用，你得成长起来，你得成熟。来对着镜头跟他说再见，感谢人家2年来的关照，自己任性了2年。我知道你会回来找我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。我本来啊，你要说了再见，我还把这男孩给你劝回来。你现在这样，我跟男孩说，你们给我打1000个这牌子，我也不请你回来了。行了，姑娘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，也谢谢您的到来，请回吧。你跟我撒娇也没用啊，走吧。哎呀，这节目怎么还要当爹呢？这不爹干的活吗？这是。不说再见了，礼貌也没有了。说一声再见。不说。说一声谢谢吧。谢谢各位老师。不是，是谢我们。谢谢主持人。你应该谢谢你的男朋友。不是，你谢不谢你男朋友啊？谢谢他。你谢他什么呀？谢谢他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关照。那如果他要再跟你好了，你还欺负他吗？不欺负他。臭小子，你出来。好了，我错了，好了，只要你以后能改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好吧？来，站上来。订婚仪式是没有的啊。说好分手，你怎么又回来了呢？我确实心里面挺放不下他的，但是这是最后一次机会。姑娘，我觉得你看你的任性其实真的没有用，因为这就是生活。你可以跟父母撒娇，父母可以一次一次原谅你，但是你男朋友不会。其实你跟我们撒娇也没用，如果编导不打这个牌子，除非我们是上帝才能把他叫回来。不求而得的东西，往往求而不得。能够自动跑到你手上来的东西，如果你不珍惜，你就再怎么求，他也不会回来。我始终认为宠女朋友是可以宠的，但如果这一辈子就靠男人的尊宠过日子，这日子过不下去。平时可以对他的小性行为宠，但原则问题绝对不能宠。比如说分手问题，比如说对于父母的态度问题，比如说金钱的问题，是绝对不能宠的。所以说你宠他没有问题，但一定要有原则。听懂了？听懂了。好好的回去，好好谈恋爱，好吗？想订婚那天，欢迎你们再来。请回，请回。走吧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